孟渊老师为我们做今晚的导览。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孟老师呢，从18号就扎根在我们预展现场，对每一件拍品呢都做了详尽的功课，所以我们预计大概1、2两个部分，一共33件套加起来，我们的预展时间可能要长达2个小时。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呢，主要就是来监督孟老师不拖堂，好吗？那闲话少说，我基本上这2天把所有的这个夏尔做1、2场的专场都仔细看了一遍。我们这次呢，确实整体的拍品质量非常高，有几件非常重要的重器，然后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小精品。然后我们从这边从小件一件件开始。首先这个呢是一个岸上戟，这岸上戟呢这一件它是不带翘头的，然后我们看它虽然是一件小的岸上戟，但是它是那种小器大样，它是跟大的家具其实它的比例制式是做的是一样的。然后根据它的这个尺寸的比例呢，它这儿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阳线，就相对而它的体积而言，这些阳线呢和它你看侧面的它这些下面起的这个阴线勾勒出的这个线条，还有这个挡板上面的阳线和这个整个的围角腿的内侧呀，这个管脚撑的内侧啊，它都是相呼应的。然后它整个这个器型，我们看觉得它的牙头是一种变体的一种云头，它非常的矮扁，所以它整个气质非常的古朴。而呢，它这个挡板上的这个螭龙也是雕得非常的生动活泼。然后整个它这件东西是原皮革的，皮革状态非常好。然后整个也是有比较肃穆感觉整体。然后我们边上这一件呢，这个是一个方形的岸上戟。就这种方形的岸上戟，其实相对来说尺寸就这种东西是比较少的这种款式，一般我们还是岸形的或者长方的见多，方的这个跟一个小香戟一样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它呢，就是它的特点主要是几个，一个是它的边非常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窄边，中间配了一个影木心，整个看上去它还是说让整个东西更加的精致吧，这是它的亮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3弯腿的腿足。这种内收外翻，它踢出了一个勾过来的一个小足，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小足整个勾上去，就像以前古代的靴子那样，有一个翻起来的一个尖吧。然后这种翻起来的这种动势和它的这个捆门的这个出尖的造型，都是相呼应的。然后包括你看它这个捆门这儿有个停顿，它这个尖也非常的利落。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相呼应的，在一件家具里面。然后所有的这些捆门的和腿足的里侧有一个阴线，它就把这个整个线条然后这件也是不错，我们看下一个。然后这个是一个黄花梨的一个笔筒，然后它这个造型呢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我们常见的一些像黄花梨的或者紫檀的笔筒呢，上面直，下面肚子有点鼓起来，这种造型的笔筒呢，其实并不是很常见。我们基本上看到之前的有10来个吧，就是说类似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个资料图，就是在两一藏和那个 Max 他们都有收藏过这个类型的笔筒。但是我们这个特殊的呢，跟它的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件我们下面有3个小足，它那个2件上都是说没有足的。然后我们这个笔筒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和常规的是，它的高和它的直径的比例比较特殊。这个直径是21.5，一般来说，直径和高度不会差太多。像这个笔筒呢，它是比较矮的，所以我在推测就是有可能是它是用我们大的那种画大的画有一种叫斗笔，粗粗的，笔头也特别大，需要叫抓笔吧，握在手里的它，然后整个的笔杆比较短，所以放在这个里面正合适。它可能也是一种定制的一个笔筒，然后是一个大拍底的一个样式。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件呢，尺寸比较大，是一个铁力木的岸上戟。这件东西也是小器大样，就我们看它的特点啊，它就是后面小翘头，它的比例比较的拙，感觉一看就拙味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们看它这个线条，整个它这个盘沿下面压了一个比较宽的边线，和它的
腿足边上的压边，这些都是相呼应的。然后整体的翘头的这种形式也是拙拙的，所以整个东西还是比较质朴可爱。这种东西还是放在案头还是比较清新的小东西。好，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一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件非常特殊的一件拍品吧，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素的一个明式的一个黄花梨的一个衣架。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衣架整个在这个明式家具的体系里面，紫黄家具里面，它的整个数量并不是太多，因为从现在大家这个生活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它的功能性就减弱了，所以存世量呢，整体并不是很大。然后在这些不大的存世量里面，常规的还是带雕刻的这种衣架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找了一个资料图，就是你可以看这个黄花梨的，它中间都是腰板上都是雕龙的，然后它的上面搭脑的上面也是一个雕龙纹的这个样子，有2件嘛，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种带雕刻的衣架呢，它的下面这个立牙一般也是带雕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侧一点的那个参考的照片，一般来说它这个地方也是满雕的。但是我们这一件衣架呢，它整体非常的素简。然后这个衣架，我们在那个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在那个陈仁义的书上有一件跟它非常的类似，但那一件衣架跟这个不一样，就是大的框架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这些脚牙呀，没有这个套环板呀，没有这个立牙呀，它就是更素。然后呢，其他东西都特别像。然后仔细我们看下来，觉得这2件东西它的很像是一个人出手的东西，但它为什么要做2个气质不同的东西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看着参考图，就上面那个陈仁义那件光素的来看，相比较这件衣架，你看它这些 S 型的这些脚牙，每个地方的这些脚牙，包括这一些，然后这个灯笼型的开光，还有它下面的站牙，整个把这些东西加上去以后，它非常的秀美。它和原来那个特光素的，就是原来就变成2种气质，那个就是更加的素气，更加极简，更像一个特别当代的一件这个家具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一件呢，就是更秀气、更秀美，这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家碧玉的这么个感觉。那除了这些装饰性的，其实我们整体看它整个是它有一个乍度，它的乍度就是上小下大，这个乍度其实它拿捏的非常合适。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上面这一根搭脑，它整个挑出的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它挑出的这个弧度比例还是比较合适。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扁的，慢慢变宽，上面这个造型有点像那种官帽上的幞头，就是古代的那个造型。它其实这个弧度到底怎么转折，或者是怎么收分、怎么变化，非常微妙，这些还是非常讲究的。然后还有一个它比较一个巧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坐墩，它这个坐墩整个看上去比较大型，有点偏方一点，上面是指甲缘一样的。然后当它往下渐渐的到这个地面的时候，其实和上面那个翘头是一样的，它一点点变粗。然后靠近地面的时候呢，它有翻出来一个类似像碗口线一样的小撇足，整个一圈都有。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正是有了这些微妙的这些变化，让它整个这种比较简约的造型就显得也是很耐看的地方有一些。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继续过来看下一件。那这种箱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这种比较大的箱子，我们一般都叫这个衣箱。其实具体它是不是就是只是放衣服，还是放书籍或者书画，这个无从考证了。但是就是这个大的衣箱里面，像这一件，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高度比较的低矮，所以说确实有很大概率它是不是存放衣服，是存放一些古画呀、古籍之类的，它比较合适。然后它整个四周比较每个面都是光束的，顶上稍稍有一点小的这种坡顶。然后它撞口的这个地方呢，是2根阳线撞在一起，就是有一些小的细节在里面，这个并不是完全平的。
然后刚好我们看一下边上这个是一对4平的一个脚踏，这个脚踏的面其实它这个做法和刚才这个衣箱是一样的，它整个这个面它是有一点点鼓起来的。这种第一个是比较好看，第二个是使用的状态也会比较舒服，在使用状态。然后我们看这一对脚踏呢，它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料非常的足下的，它的上面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厚板，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牙板啊和腿足的胶圈非常的大，这个弧度不管是正面也好，侧面也好，而且它这个马蹄挖的特别的深。就是翻的特别大，这些都是和它的下的料比较大有关。它还是根据它需要的造型，料非常充足，它就可以设计出这种非常浑厚有力的这种造型。而且这是一对，同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红氏收藏的也有类似的一个4平的脚踏，那个尺寸会比这个长一点，但那是单只，我们这是一对。好，然后我们过来看一下，这是一对素的南关帽椅。然后这个南关帽呢，它的特点就是说，首先它的尺寸其实比一般的要小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座面是53.6、39.7，其实它比一般的这个南关帽会偏小一点点。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它背板和搭脑的关系，它的做法和一般的南关帽不一样，它的背板是插在这个搭脑中间的，形成一个台阶。其实这种做法在南关帽里面是非常少的，一般圈椅的背板和椅圈会这么做。在南关帽里，这样的造型会比较少，它有一个等于说有一个层次，它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特点，这个南关帽，我们刚刚说到它尺寸小，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其他地方都是比较素气的，但是它这个联邦棍是一个宝瓶状的联邦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古代版画里面有类似的这样的联邦棍。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对明式家具接触比较少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椅子这个造型会不会年份比较晚？因为大家一看到这种，宝瓶状的，他就联想到这个民国家具呀、民国的楼梯呀，都是车出来的，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年份比较晚。其实恰恰这种宝瓶状联邦棍的这种造型是代表它年份比较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说那个版画里面的这个造型，它其实都是明代的，它就有这个造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参考图，就是我找了2个，一个圈椅，一个榉木圈椅，一个榉木南关帽的一个联邦棍的特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也是类似这样的，就这种宝瓶状的造型，但是每一个都不太一样。然后再看，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件漆木家具的一个南关帽的一个参考图，它那个宝瓶呢是这样，像结构和这个都一致，但是上面带了一个像花卉一样的顶花状的，这个就是比较更早期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这个木板的版画那一面再看一下，在那个版画上面，它那个宝瓶联邦棍上面也是顶牙带花的，这都是比较早的一个做法。而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版画上的这个南关帽，其实你一看它的这种长宽的比例，它也是比较它的座身呢也是比较的进深比较窄的。所以说它其实很多家具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它的制式，它的这个一脉下来的它这个造型习惯。所以并不是说你觉得这个做的深一点，或者那个是不是窄了一点啊，那个是不是要做的更宽，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定式的。然后其他的方面，它是除了这个联邦棍特殊外，其他就是还是比较秀气、比较内敛的。这个整个这个南关帽，我觉得还是相当文气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本场一件受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件拍品——黄花梨6柱水波纹架的床。这张床大家都非常喜欢，有句话叫“上人见喜”啊，大家见到它都觉得心情好起来了，而且觉得特别春天，对，是吧？是的，哎。然后这张床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这个床，首先它是水波纹的一个架子床，然后呢，但是我们找了很多资料，其实，包括宋代的那个营造法式，营造法式里面它有什么闪电窗呀？还有一个水纹窗呀，
其实它的造型特征和我们这个床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并没有找到就是说在那个上面的样子。然后包括继承的原野里面，它收录了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窗，但是它也没有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水波纹的造型。然后，那我们这个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看，首先先看看原来的，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些家具长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波的一个局部。然后常规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示例图啊，上面这个是一对玫瑰椅，就是在常规的这些家具当中，所有的水波纹它都是上下连接，然后有一个左右的 S 型。然后如果是一对的话，可能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拐，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它都是一个上下的结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下面这一张图，下面这个是左边是一个楠木的一个书柜，这个书柜上也是它其实有2层，它的栏杆也是这种短短的 S 型的这种水波纹。然后右面这个呢是闵其集的这个客会的西厢记，其实这个特别有名，这一套那个版画。然后你看这个它上面这个架子床，它也是这种竖的这种 S 型的这个水波。那我们这一件，我刚才说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实例。好，那它的出处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找了一个资料，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有一个石刻，这是一个塔，这个是5代的梵天寺的一个经幢。然后这个经幢呢也是国家一个重点文物，特别有名，在杭州。它特别高接近16米吧，是2个塔。然后呢，时间有明确的时间，是5代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最下面的底座，它是一个8方形的，它8方形的整个8面，它就是这种水波纹。我们看到类似像山岳啊，类似像水浪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波纹。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下面的一个资料，就是这是2个。左边是一个短柱，可能是经幢上的一节，它也是一个水波纹的造型。右边这件呢是一个花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地区、江浙地区偏多，以太湖石啊或者武康石为主。右边这个但我们的这种造型基本上我们认定基本上从5代到南宋这个区间，到元明以后就是不使用这种了。然后我们再看下面最后这是一个净手盆，水纹状的。这个净手盆上的这个水纹就和我们这个床就非常接近了。我们一看，它也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波折交接在一起，然后是一个人字形的，然后它每一个波折也是有一个波浪形交错着，这就非常非常接近了。然后所以这样我们还是它的这种其实明式家居上每种造型，我们古代的每种造型元素，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出处的，所以它的这种水波还是来自于这个从5代至南宋的一种水波纹的一种延续，它只是在木器上面它加了一些自己的演绎，但是大型还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水波纹，我们看一下这边，它这个水波纹啊，像人字形交织在上面，它的最下面它有一个神来之笔。它这个下面有一个非常像一个小笋刚破土那种感觉，或者像一个犀角，特别有生命力。它其实就解决了这个，它其实从设计角度它是补了一个空，但是它的设计这确实是一个神来之笔，让整个床都变得非常的生动起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床的这个雕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卷草纹，它这个整个捆门崖板上面的卷草纹啊，特别的生动飘逸，然后它其实雕的也非常非常的饱满，产地非常的低，非常的平，然后非常饱满生动飘逸，整个是造型我们可以注意很多，其实曲线它是不一样的，像它这一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线条是非常活泼的，包括它这个捆门整个过来，我们可以注意它这些线条，它都是特别活泼，包括这个披肩很生动，我们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线条，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都是翻起的，对，它而且不是平的，有一点点翻起，有一个层次，对。然后下面也是，它下面还翻起来一个叶片，
这整个线条还卷起一个，然后有一个像卷珠一样的，它的整体非常的生动。然后我们再看上面，上面这个养成下面的这个宽的牙板啊，你看它都雕了一些花芽、花叶状的一个花芽、叶片呀、花蕊呀，也是特别的生动，感觉特别飘逸。在我这个看实物的话，觉得整体的床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特别活泼、特别生动、特别有春天的感觉。落花流水，落花流水。对，然后它这个床其实是一个四面功能，我们可以兜着看一下。好，其实我们看，就是刚刚讲到它这个，整个线条比较圆润啊。其实它这个床，我们注意到它的腿足的部分，我们看它还是比较正面和侧面比，它还是说它特别宽，这个宽厚比特别夸张，它比较的扁。这种造型其实它还是有点福建家具的特征。是。然后郑经理当时其实你们拍过一个4平的一个架子床，也是腿足应该是特别扁的。对对。那个也是一个福建家具的特征。然后我们说这个它的四面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床。刚才我们看了牙板的正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反面。它其实你看它这个反面的整个花蕊花叶也是满雕的，而且它非常生动。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外面可能还有一个纱幔，整个人躺在里面还是感觉是非常飘逸生动的。躺在里面是不是就是像这个泛舟在湖上？对，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回忆古人的就想象一下古人的视角吧。如果躺在这样的床上，那就感觉是卧舟湖上，然后春水律动，然后花蕊绽放，这种感觉就是就春天的这种感觉特别好，会觉得是。好。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预展的时候，很多客户呢也是反映，就是它的宽度比较小，是不是？刚刚有1米多一点点。其实以前的床是这样，就是首先以前的这种卧具的尺寸肯定没有现在的床这么